Hello，大家好，我们是大周文。好，在这个无聊的开场之后呢，我们再来进行盲盒问题的播客。好，那今天我们由善良的边边开始。善良的边边，你要给我们什么问题？我很好奇，就是大叔们玩不玩游戏？然后对你们来说，哪一个游戏就可以是桌游，可以是电子游戏，或者是其他类型的游戏都可以啊。第一，我想知道游戏对你们的意义是什么。第二，就是你们喜欢玩什么样的游戏，然后或者是过去玩的让你印象深刻的游戏都可以。好，我先回答好了。对，好，你先回答吧。茶叔有经验，我觉得。对，游戏我特别喜欢玩的就是以前玩网比如说线上游戏我很常玩，然后而且我以前很迷线上游戏，我年轻的时候可以为了线上游戏不理家人，不理如果有交女朋友的时候会不理女朋友。对，沉迷就是完全沉迷，完全沉迷。比如说如果是在家里打游戏，比如说妈妈叫吃饭，我是不理他们，我就继续打我的游戏，可以沉迷到这个程度。女朋友说去逛街，我说好，再10分钟，结果又玩了2小时，女朋友就直接放弃自己去逛街。所以我会非常非常沉迷，而是会为了游戏去买那些虚拟宝物，会花很多钱买虚拟宝物，投了很多钱是吗？在里面对，然后还有就是我甚至会参加线上游戏的比赛。这个是你大概多少岁之前的人生？20几岁、30几岁的时候，对，然后会沉迷到这种程度，花好几万去买账号，然后买装备，但是我也会打装备卖钱，也可以赚不少钱。所以那个时候曾经有一度我是靠打游戏赚钱为生，有这么一段不能说为生啊，就是赚个外快这样子。对。然后你有很多兄弟在这个，或者是联盟啊，会有工会联盟社团之类的，然后就哇跟这些玩家真的好像兄弟一样，每天都约9点，比这亲兄弟还亲是吗？9点我们去打副本，对，9点打副本，然后麦克风准备好，然后说赶快你去打那个东南方，我去打哪里，然后我们就，然后我是捕师，他们是可能是盾或者是打手，然后我要帮忙捕师就是法师对吧？就是不是捕师是补血的。补血的啊，法师我喜欢法术类的，我喜欢当法师跟捕师。捕师比较简单，捕师不需要打怪，捕师就是看谁的血少就帮他补血。那你必须得站在旁边，你必须依赖别人不然你不就被人给砍死了？没有，我们对，当然盾去挡，我只是补血而已。对，然后或者当法师，法师也在在后面轰，用法术去轰那个敌人。所以我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玩线上游戏，然后后来就是手机游戏比较流行了嘛，手机游戏，所以我大概后来我其实就比较没有玩游戏了，但是就是大概每天固定会玩个半小时而已，这样子当消遣，无聊的时候。对，然后大概我现在也会玩线上游戏，手机游戏。那我好多手机游戏也要投钱呢，就是你升到一定级别要花钱。我不排斥会投钱，我不排斥花钱买装备或者是买一些角色，我不排斥，反正我觉得我有赚钱了，我就让我游戏更好玩。然后我不排斥花钱买一些装备道具，或一些英雄角色我会买。然后现在我现在其实对游戏没有那么大的热忱了，但是我还是每天会玩个半小时，或者我会多工，我一边打游戏一边做一些教材，做一些材料。一边打游戏还能做教材？怎么？你是玩什么样游戏？是那个什么 Candy Crush 吗？就是这种？没有，我玩的都是三国题材，我玩的是三国题材的，或者是那种西方那种巫师啦，那种什么决斗士那种。那很难一心二用的。对啊，你工作的时候怎么控制？工作这个就是说，你如果投资钱让角色变强了，它就可以自动战斗。如果你本身是够强的，其实你看到怪就打
可能一集就打死那个怪了。所以我基本上我投资我的角色够强了，其实我可以在那边稍微眼睛看一下，过个干瘾，然后他就在那边自己玩，然后我另外这边多工做材料，然后或者是做一些别的东西。对。那变强之后你要去砍别的玩家吗？在线玩家去欺负一下他们，还是会啊，欺负是一定要的啊，不然玩游戏干嘛？就是要欺负弱者，白花钱了。对，玩游戏就是要欺负弱者，对，然后跟强者合作去打一些副本。对，所以我就是享受这种感觉。然后我觉得人生嘛，有时候也不一定都要工作，偶尔也是要有一些娱乐。然后我的娱乐又不是那种喜欢去外面旅游那种，我不是那种比较外面的，所以另外就是我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在电脑上，所以我会喜欢在电脑上一边工作，然后一边玩游戏，然后放松我自己。对，所以我特别喜欢玩游戏，确实是。然后我比较喜欢历史题材的那种游戏。对啊，有一种学习的感觉吗？还是沉浸的感觉？也不是学习，因为我对像三国的题材很熟，他本身对历史题材就很感兴趣。对，我对历史题材就，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一些题材刚好变成了游戏的内容，我就会特别兴奋，活在那个。还有就是我也喜欢玩超级英雄类的那种游戏，你就会觉得你熟悉的东西变成了好像可以你操控角色的那种感觉，特别兴奋。对，那我觉得我要跟茶叔猜一猜，蔡叔喜欢过什么游戏，或者我觉得他好像不玩游戏，但是可能灿叔可能边吃饭边玩乐高吧。啊，对，灿叔可能是玩这种益智类的游戏，我觉得就是。对，我觉得灿叔看起来不像是拼图、乐高和。看起来不像是打线上游戏的人啊，怎么看出来？我又觉得他不会玩，凭什么认为我不会打？就是那个脸就写个不打这样不打。你们俩猜对了，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到我的知识盲区了。就是我确实对这种电脑的或线上的或者那种什么单机游戏我都没玩过。对啊，小时候其实我看我的同学他们很喜欢玩。我有一些人一起踢球什么的，他们都会一起去那个游戏厅去玩什么的。我跟着去了一回，好多大型游戏厅啊，然后投币啊，然后玩那种游戏。有那种什么街霸的，我也跟着玩过。我感觉我扔进去马上几秒钟就没了，我就没有任何兴趣了。然后那种后来电脑游戏兴起了，我看他们打什么 CS，我也跟去看了啊，但是反正都引不起我任何兴趣，我就觉得没有意思。可能我的兴趣点不在这个地方，但是我觉得游戏的话，像刚才笨叔说的，其实可以更宽泛一些的话，就是在广义上的游戏，当然肯定是有的。比如说，其实，在育儿里头有一个概念叫游戏力，就是你和陪孩子长大的话，游戏力就是力量的力，力量的力就是力量的力，他就通过陪孩子玩，对，就是玩游戏。然后慢慢和他相处啊，再教他一些知识啊等等，可能是不知不觉间这么进行的这么一些事情。其实我觉得我真正要能和游戏搭上一些边的，就是玩这些游戏。其实可能刚才你们猜对的，就是玩乐高玩的最多，是吧？乐高你真的自己也会上瘾？其他游戏其实就是还好。以前的话，我是这样玩乐高，以前是有一段时间玩那种大块的，我陪他玩大块的，其实是我陪他玩的时候。大部分时间是我自己在那搭，就是我是喜欢这样，我一开始脑子没有任何画面，我要搭什么东西，不是按照步骤来的，我就是先摆一摆，然后随着摆的东西越来越多，就是从无到有这种感觉，我会很舒服，很爽。对，就一般情况会搭整个房间啊，或者整个游乐场啊，或者很多东西都是从你能想象到的边做。边把它变出来，这种感觉有成就感的，有成就感。从零开始，就那种就是像那种有那个说明书，你页翻过去搭那个东西，我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兴趣。我觉得你就是按部就班搭完就完了，就没了。就是乐高吗？那乐高就是那个乐高分那个小块的和大块的嘛。小块的基本都是有说明书的，比如说你搭个什么城堡呀，或者什么火车呀、什么宇航飞机啊等等，都有这种说明书。但那个东西我不是特别大的兴趣，因为搭完就完了。对，我儿子现在很喜欢玩那个小乐高，
就每天都看 YouTube。小乐高和大乐高，现在我比较小个吧，大块的是这么大块一块，你可以自己搭，往上搭啊。现在都是大东西，但是有大片的和小片的。对，大片的，小片的就是你脑子里认为的那种乐高，基本都是小片的，它有很多很多零件。他会给你放一个个袋子里头，然后你搭起来，搭出来之后就按照说明书，就是比如说一个飞机就是一个飞机那种东西。现在乐高这么会赚钱，乐高超级会赚钱，好不好？那你在家里搭那么大个乐高，你以后怎么办啊？就很占地方吗？不是，没那么大一个乐高得多少钱？你疯了吗？就是还是大乐高，你搭完大乐高就还是这么点，是吗？很小的，对啊，你这么大，可能有些人买过那种很贵的，像什么《星球大战》里头那种死星那种，就这么大，对，那超贵的。还有那个什么千年鹰隼号的，那都几千块钱起步的那种东西。我们买的就是最多上百。几百块钱，而且有时候会打折的话，或者拼单买下来那个东西会便宜一点点。但是我老婆现在是因为我儿子又开始喜欢上玩乐高了，他又买了现在零部件的东西，小块的零部件的东西。它不是说整个盒子里的套装里面的东西，所以可以自由的组合。我儿子现在就是自己成天看这个 YouTuber， 很多他们自己搭的东西，他自己有的感觉，自己想搭什么就搭起来。我觉得反正这个也锻炼他的这个空间思维能力嘛。比较那我看你们还帮他搭，你们为什么不让他全搭？然后你们可以去享受二人世界，他会花更多时间自己玩。是这样，我小时候的时候，就是因为他那个时候小，没有什么想法，就是基本上我帮他搭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他就。然后他让我陪着他玩那种角色扮演的游戏，比如说这个人是他，这个人是我，在里面干什么，吃饭睡觉上厕所就这种东西。现在就是他长大一些，他有自己的想法了。就是现在他搭乐高的状态，就是说爸爸你陪我玩，我就坐在边上，然后其实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因为他基本上每一步都他自己做的，他有自己的想法，想搭成什么样子，他知道。所以现在的话，他必须让你看见，你得对他需要我在边上陪着他，但有时候我也会耍鸡贼，我就说，那你拼一下，我到边上去弄点别的事情哦，然后自己在弄，就偷偷离开，偷偷离开。对，这个可能就是我和游戏比较接近的这么一个地方。但我觉得你要说真有什么影响，我觉得是和孩子更亲密吧，就陪着他一起长大嘛。这是一个很大，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意义。你就真的让我去花很多钱买那种很贵的乐高，我是不愿意的，但是我愿意去做这个陪伴的事情。可是你肯定有就是不想工作一天，也不想陪儿子，就是你自己的时间，你不太想玩游戏，就是看书是吗？或者是你真的不了解有家庭的人，这种时间怎么可能有？没有这种时间。对耶，我有时候把游戏留给我跟茶叔了。对，有时候偶尔会，比如说看点电视剧啊，很偶尔，没那么多时间啊。对，真的还忙。然后现在做大叔就更忙了。对，你自己嘞？How about you？哇，变书应该是游戏吧？我看你常常玩游戏。对啊，你之前还用游戏教学来着吗？我记得。对啊，而且流量很低耶。游戏教学流量很低。我本来想说。变书如果做成功了，我也要来做个游戏直播。有学生推荐我嘛？有那个玩家的学生推荐我说，你好，我现在玩好多中文游戏，我里边都看不懂。然后你要做直播的话，肯定会特别火，因为我可以看到你怎么用这些词啊，然后你也可以给我翻译这里边的句子，所以我就买了那个学生爱玩的游戏。你专门买了那个游戏啊？对啊，我对我的粉丝多好。但是流量真的不高。对，可能这个人因为我自己就玩了，我后来也没有那个教学的那个对教学的感觉在里边，我自己在那玩，我觉得确实挺无聊的。但是游戏的话，我跟茶叔一样，我喜欢那种就是在线的，然后很多人一起玩的。然后我以前也是那个游戏里边有法师、有道士、有武士，就武士的武力值比较高，法师的话我是法师，我的那个法力很强，对，然后必须有武士保护嘛，才可以出去打怪。所以我挺享受那种就是武士在四面八方把我围在中间，然后保护你。对，我在里边用法术，我觉得挺酷的啊。就是确实小时候挺孤独的嘛，没有父母陪伴，然后
就会觉得在游戏里边会好像有这种很多难忘的时刻，就是你真的觉得游戏里的人才是那个跟你关系更近的人，更亲近的人啊，就会因为他们会陪伴你嘛，每天约好这个时间一起去打副本打怪，然后你跟他们一起会有时候一边玩一边会这个调侃啊，聊一些其他生活中的事情啊，然后就觉得就是这个人基本都没见过，现实生活中是没有见过的，对吧？没见过，但是却能给你温暖，就很奇妙的感觉啊！但我也花了好多钱，就是这个游戏，他们真的很懂怎么赚钱。每次你觉得你自己花了很多钱，你的装备已经是最棒的了，然后你过1个月再回来之后，发现你的装备已经变成那个2等3等的那个装备了，你还要再花更多的钱。那个时候还就是哎呀，想很多办法弄钱啊，然后冲到游戏里边啊。你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啊？到底是怎么想办法弄钱？初中的时候啊，初中的时候就有时候也偷过家长的钱呢，就会可能所以Ben叔我当过学校老师，跟我有共鸣是吗？啊，不是，我当过学校老师，对，很多非常多家长要我去辅导这样的学生，为了游戏，网瘾少年，为了游戏偷家长的钱，对，然后呢，家长还会偷偷跟踪他的小孩，发现那个小孩就去那个充值店去买那个充值卡，等等等，所以因为很多家长知道我是很喜欢玩游戏的老师，就是很多家长要我去辅导这样的学生，因为我比较懂这些学生的心理嘛，对，所以我真的说过很多撒谎啊，说要买教材了，学校要买新的教材，我要去上这个辅导班，可能会这个真的很多现在家长遇到这样的问题，然后都会请老师去帮忙辅导。那怎么办呢？查叔，他说你帮忙了吗？不是我会先辅导家长。我会先辅导家长。我说孩子想要玩游戏，就是因为第一个可能现实得不到温暖，或现实得不到友谊、友情，或现实上有某种层次的孤单感。第二个，成绩达不到你的标准，可能不是不好，而是你的标准，家长你的标准太高了啊，或者是他对自己的成绩不满意，但是他不晓得该怎么让自己进步，只好把自己沉浸在游戏里面，然后我都会先辅导家长，就是家长你先思考一下你的小孩为什么会沉迷游戏，还有第三个就是他想要组队，然后从等级提高、装备提高中得到现实生活没有的成就感。对，我都会先因为你砍人呢可以虐别的玩家，对，你在现实生活没办法砍人或者成绩考不过别人，但是你在游戏里面你大家都尊重你，还有你排名，你可能大家是看那个哇全伺服器排名他是最强的，他是那个成就感很高对，所以我就会跟家长沟通说，你们家长是成人也要有成就感，何况是小孩，何况是学生，所以你们一定要先了解你们的心理，不要一开始就骂，就说你这样不对，怎么样怎么样，这只会让学生更沉迷，或者是更有罪恶感的去在学习这方面会有这种感觉，所以我都会先跟家长沟通完之后，我们再来思考一个正面的方法，然后我会再跟这个学生沟通说，老师先同理化，老师年轻的时候也很喜欢玩游戏，然后也曾经因为玩游戏怎么样怎么样过，但是我们在玩游戏前一定要先确定哪些该做的事情要做好，等等等，我才会再跟学生去沟通。所以因为我觉得我玩游戏的资历反而让我有这样的经验可以去辅导这样的学生。对，笨学生你听懂了吗？笨学生，查老师跟你说的谆教导。对啊，我觉得大陆缺这样的辅导员啊，就基本上就是会去以暴制暴啊，治学生去了，就没有人去辅导家长。这就是中国最悲哀的地方，就是你看到他做了这样的事情，我们不去找原因，而是会跟家长一起去责骂他，然后给学生更多的机会去偷玩游戏，偷钱，然后更有罪恶感的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社会一个传统价值上一个比较悲哀的部分。对，就是因为你越管我越叛逆啊，我就觉得
而且这么做，那我更要去游戏里。而且沉迷学生通常那个年龄层就是叛逆期，所以青春期的时候嘛，青春期的对，而且会误入歧途的时候，所以可能你不准他玩游戏，他可能跟坏朋友一起，还有别的选择呀。说实话，做别的事情，对，所以我们真的很缺乏这样就是去沟通的管道跟场合跟能力。这真的是传统社会，就是先把你压抑住再说，或者先责骂你再说，或者我先断了你的金流再说。真的，这个让我想到之前我看过一个综艺节目，叫做《变形记》，是湖南台出的。它就是让这个农村里的孩子和城市里的孩子交换生活一段时间，很有意思。贫富差距，对，一般城里的孩子的家境都很好，农村孩子家境都很差，让他们去换一下人生。然后城里的孩子，他一般情况下在家里的时候，刚好是叛逆期的时候。不听父母的话，而且行为特别暴烈，动辄就是摔东西、打东西，甚至打父母都有。然后等到他到乡下去生活一段时间之后，就是发生了很神奇的事情。乡下这个环境很差，也很穷，但是他反倒在那个地方感受到了真真切切的关心和爱护。对，他的突然之间整个人都平和下来，找到内心的平静了。就是其实这个让大家应该想到，就是很多孩子的行为背后都有原因，而且他可能真的是应该家长去变形，不是孩子去变形。家长很多是真的，对，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就是有时候我们反而是家长，好像站在制高点去指责孩子的不对，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些处理事情的方法是有一些偏差的。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站在家长或老师的角度，来看事情，有时候反而会有点偏差。所以我们更需要这方面的训练。这个训练就是我们中国社会很少，我们都是要你教学要教得很好哦，你学习要学得很棒哦，没有人去讨论心理情绪问题。对，为什么会有沉迷的行为出现？我们都很少去追究原因，而是去责骂结果。对，我觉得这样是不太好的。对，没想到我说完偷钱以后得到这么好的反馈，没有受到批评。没有但是我有很不对的行为。我有很多为了玩游戏偷家长钱的学生，非常多。我都是先跟家长讲说，你先不要责骂他，先去了解他的原因。那很多学生、很多孩子听到家长愿意倾听之后，他也很愿意告诉家长原因，跟了解自己错了。但是如果你一开始就去压抑责骂他，他不会承认他错了，他只会觉得你为什么骂我？你家长做得很好吗？对啊，对，所以孩子也会有这种抵触的情绪。就是我觉得，特别是很多家长有这种心态，就是我是权威，你必须听我的。而且说实话，就是中国人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种心理，他总希望自己这个孩子特别不一样。但其实你想想看，你自己也没有考上北大清华，你凭什么要求孩子考上北大清华？对，就是很多时候你得去理解孩子本身能力在哪，不能是说有过高的要求，过高要求孩子达不到，他很痛苦，因为你一直在后面逼着他，对不对？人这个天花板，我是觉得可能学习的天花板，它真的是有些是固定的，有些孩子特别聪明，有些孩子学习天花板就这么高，但是可能学习方面不擅长，他擅长做别的事情。这很可能，但是很多家长他不会看这些东西。中国的家长就真的是这个样子，不会鼓励，总是觉得你做的还不够。你这次进步了，但是父母还会说你怎么没？你可能考到第2名，父母说你怎么没得第1？对啊，对，都是这个样子。然后也会觉得有一些兴趣是不务正业，比如说打那个你们叫台球，对不对？对，打那个台球，很多家长觉得打台球会出人头地吗？然后玩游戏，现在韩国那个也是很厉害啊，还有第1名，还有联赛呢，我看还有奖金，还有什么那个什么宝可梦的联赛有没有？那个第1名的奖金都很多欸。当然那个要佼佼者，但是你不让学生试着去玩，你怎么知道他不是佼佼者呢？对。但是中国社会是先压抑这种不务正业式的娱乐，你家长都觉得没有出息，所以我觉得你怎么会知道你的孩子没有这方面的才能呢？何不让他试试？这个我觉得真的就是，我就说的稍微深沉一点点，就是有文化的人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好的，来吧，就是真的。我最近看到一些东西，让我突然对有些东西突然明白了，就是中国自古以来这个科举制度，我以前一直觉得科举制度和高考是一样的，后来我才明白，其实科举制度和高考完全不一样。
科举制度是为了选拔官员的，所以他选出来的人是真的需要有政治能力的才行，有管理能力才行。公务员的考试对吧？其实和公务员考试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大家误以为他是考的是文学方面的才能，所以很多人都觉得，比如说我作诗作词做得好，我就能高中状元等等，其实根本不是这个样子。但是说实话，人是多种多样的，很多人的才能根本不在这个做公务员或者从政上面，他是别的东西上面。比如说我们知道《红楼梦》里头，贾宝玉看个小说《西厢记》都被他爸打死，就是觉得这些都是那个闲书没有用的书。对，其实说实话，人生是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真的可能喜好的东西就是不一样的。我们中国人确实太习惯把它在一条特别特别窄的路在上面挤，所有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那种状态，所有往这上面挤，但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很多路，很多的那些路上面其实人没有那么多。或许你的孩子在那条路上他有独特的才能，这说不来的。有些孩子他学习成绩不好，但是他特别能说，嘴皮子动一动他就能讲笑话，他说不来可以当个相声演员，对不对？谁也不知道啊。说实话，就是中国家长确实很多时候太习惯把孩子限定在只有学习这一条路上。就是我们之前也有一段时间觉得瑶瑶很聪明，就是父母都有这种心理嘛，就是觉得他挺聪明的，一方面反应也挺快，就觉得因为现在中国是这个样子，从小学到初中还需要点考，你要读好的高中的话，你需要点考。那个好的学校会专门给一些成绩比较好的孩子，让他专门考一些考试。但是这些点是哪个点呢？点就是1点2点的点，1点2点的点。对，为什么？他这个点考是什么意思？点考的意思就是掐尖子，掐你这个学校的一些尖子，专门到那个比较好的学校。比如说西安有比如说高新一中，这是特别好的初中，对吧？他很多人就是你不用参加考试，他不需要参加中考了，你提前参加这个点考。你要是有能力，你就后面直接上他们学校了。这是一个额外的专门，就是直达他们学校的，是学校的前几名。对。但是这个东西，这个是很残酷的，就是你必须要参加这个考试，有这个要参加点考的孩，对，要参加点考的孩子必须学习小学必须学习初中的内容，甚至初中的内容都必须学到初2以上才行。OK。有一段时间我们觉得瑶瑶挺聪明的，要不然让她也试一试这条路，点考一下。对，后面我们其实看开了，其实孩子可能有些方面是挺灵气的，但是不要把他往这条路上去逼，你要把他参加完点考反而把灵气都搞没了。对，真的会有，你会把所有时间放在刷题啊，做很多事情上面。其实比如说他可能这方面我觉得没有那种天分的话也没有必要嘛。对了，其实我觉得孩子小的时候开心一些，轻松一些，反倒他有更多空闲的时间去想一下自己喜欢什么事情，自己瞎琢磨。比如说我们让他去玩魔方，其实这是他喜欢的。现在有时候弄的乐高，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虽然现在看起来是比较闲的，没什么用的东西，说不来以后也是有很大的作用，对他而言。对，就算只是给他带来比如说玩魔方解压，那说实话人长大以后有很大的压力，能玩个东西能解压，那个是好的，很好，对吧？说实话，对吧？很多事情我是觉得不要太功利的。我是觉得当然我们这一辈的家长都能好一点，但普遍而言鸡娃这个现象还是很严重，孩子们还是过得，我是觉得整体还是过得很压抑。整体学校，因为我最近瑶瑶就要现在15号了，再过半个月就开学了，他其实不想去学校，为什么？不是他不想上学，而是学校里老师太凶了，这老师一个个都是通过凶来打击孩子，他不会和你好好说话。他其实出去辅导一下这个老师，好，辅导不了。没有，因为学校老师也会有校长给他们的压力。对，老师也在比排名，你教的班好吗？你教的班不好，对不对？这跟你的他们老师有压力，对。而且怎么说呢？学校里面很多孩子，他各种孩子都有，有些孩子特别皮，就特别淘气。其实他可能觉得对这种孩子只能用这种高压政策才能压得住他，但是他为了压这孩子，他把所有孩子都这样往下压。其实整体而言，就是他们老师也就是可能为了教学任务啊，就是这节课上完了他都不下课，他还要拖堂也很多。就是比如说现在什么所谓的双减政策之后有这个延点嘛，
延点所说的延点呢，就是说让孩子在这个时间内把今天的作业都写完，回家之后就不需要写作业，都是骗人的。延点什么是自习吗？还是什么？就其实基本上是自习了，就是在学校老师可以给你辅导，你写完作业，指导一下，回家之后就没有作业了。就像以前我们比如说回家还要写作业啊，现在说有这么延点这么一个事儿。其实比如说之前3、4点就放学了，现在是快6点钟的时候才放学，有2个延点的时间。对啊，延长的那个延长的时间了，对对对。好的，明白了，就是没有对。然后呢，他就是其实说的好像宣传的就是说让孩子们在学校里就把作业写完了，回家没事了，就可以放松好好玩了。其实根本不是这个样子，回家还有一大堆作业等着你。而且在延点的时候，一开始1年级的时候还好，比如说写作业挺多的，到后面越来越多的就是给你上课，给你讲口卷，老师用延点的时间这个教课了，对呀对呀。甚至说，比如说现在才2年级的时候，体育课都被数学课给被借走了，对不对？被占去了。对，你像音乐课、体育课这种比较术科类的，马上就被主科马上就借走了。对，对啊，那像蔡叔也没办法吧？虽然你知道，就是大家都做这个，你也不可能说延点我带我孩子带瑶瑶回家也不行吧？就必须你带回家一样，你不可能老师可能还要上课，你不可能带回来嘛。对啊，而且带回家了，那延点上的课瑶瑶就没有学到了，对啊，对不对啊？而且延点呢，有时候就算是写作业，他也要写呀。写完之后，他就是更多的写的更多而已嘛。说实话，而且即使你不想卷，你也就是被裹进去了。你只能说就是尽量的让他不要太累，尽量比如说就是不要给他额外加很多东西啊等等，就是这么。而且尽量的就是我是这样嘛，之前我还去学校给他们上过课，还有后来有这个什么广播的时候也陪他去读了这个书，还去演了这个类似于小品一样的东西，话剧一样的东西，就是我觉得帮助他把这东西拓宽一点点，陪伴就是他整体的状态拓宽一点点，不是那么局限的只是在学习上面而已。对，就是我们面对大制度，真的也使不上力。说实话，对啊，你顺着也不是，不顺着也不行。那你只能说，身为家长的，就是在小孩能够还有陪伴的时候，我们就多陪伴他，然后排解一些他不舒服的情绪。我们其实也只能这样，不要太千万不要控制性太高。控制性太高的父母，其实会造成2个结果。一个孩子呢，他会特别要强。要强的孩子，他也是心理问题特别容易出。对，另外一种孩子就会摆烂，就是反正我也达不到你的要求，我就这样。就是这个。对，而且学校老师压力很大，因为学校老师就像灿叔说的，一个老师要面对10几20个学生，他只能采军事化管理啊，不然怎么办呢？所以很不容易。而且我真的觉得养孩子很不容易，就是真的有很多时候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因为你现在陪伴他的很多时候，你的这些行为可能对他以后的人生很长一段时间都会产生特别深远的影响。就他面对事情、面对人、面对整个世界的观感等等，他做问题、做事情的方式等等，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其实说实话，就是你现在很多人心理问题其实都是可以归因到小时候。对，小时候家庭一直是压抑啊，就是感觉在学校老师压抑，父母压着，然后到马上一毕业就是老板压着，就对谁都，然后你就把这个戾气就爆发给这个可能路人呐，或者是这个路人，你会去看路人吗？对啊，就好多那种，你看现在好多视频都是那种有在咖啡店呐，或者是在那个地铁上啊，对，高铁上啊有啊，有些人，对有好多，是的，所以现代人真的有现代人的烦恼了啊。但是我觉得大叔也蛮厉害的，这么无聊的问题可以延伸，我们已经讲完1集了耶，可以延伸这样。那我们今天的盲盒这个让我觉得我的问题顿时有了好多营养，我觉得很有成就感。本来是一个毫无营养的问题，问题应该还要再讲点，可能再来一个问题，时间不够。那茶叔还没问过问题。对呀。好，那我来讲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好了啊，就是如果有一天你可以改变你外表或个性的一个部分，外表也可以，个性也可以，你会改变哪一方面？为什么？
那我们先请边边回答一下。哎，你们两个肯定知道啊，我不知道，就是太我不知道啊，就是太大脑运作太多，就是太思考别人的想法，就是我真的就是想改这个东西，就是别人都没有觉得那么多，我可能会过度解读别人那个发信息的那个意思啊，或者是过度去替别人考虑，可能那个人对我来说都不重要，就是可能就是比如新加了某一个朋友啊，他就是粉丝啊或者怎么样的，就感觉会去很认真的去跟这个人聊天啊，或者是怕说了哪句话让别人不高兴啊，就太累了，想的东西太多，想所有的东西都做到很周到，哎。你这是乐高是吗？这是他自己做的乐高，自己拼的乐高。这个是什么？大的乐高的那个，这还可以东西拿出来啊？这是车子吗？人从房子走出来。这是一个小房子小房子。这是啥啊？小飞船啊，小飞船。好了，我刚刚就想说，看起来像房子，看起来又不太像。防止这个小宝宝。好了，这个就是那个大块的乐高，好可爱。对，我觉得让小孩这样子纯真的玩不是很好吗？对。哎，刚才说到什么？很严肃的话题突然被打断了。很好啊。不是因为Ben叔说到这个，我就想到昨天我不是把我那个单字书的那个版面给你们两个看嘛？对。然后灿叔看完就说：“哦，好，那让Ben叔看一下。”就是很随性。对。那对。Ben叔后来看了他。Ben叔会怎么样？Ben叔一开始会说哪里很好，对啊，我一开始看是加了底线，这个一定人家会对，我就想到这个就是 Ben叔的个性，就是太为，因为我们三个已经是很熟悉的朋友了，对，所以我就觉得说，没有必要。我知道，我自己内心知道，我只要指出来这个问题没有就好了，因为很熟了，我们对，因为我的个性就是你直接讲啊，那。但是Ben叔的个性会这样，他会先让你给你好的印象，是这个东西很好，哇，那个加底线我一定会买，然后那个，然后才告诉你哪里需要可能改进或改善。对，所以这个就是我的个性是这样，我虽然我知道跟你们直接说就好了，但是我还是会自己就是过不去，我必须要这么做。这个就是我会觉得这个个性会好的地方，就是人家会觉得你的措辞没有那么直接。那不好的地方太客气了，会有人觉得不是不好的地方是在说话的人你自己身上，你会有很多压力，很累，你会想太多，然后你会不管怎么样，你希望完善每一个结果，然后你很害怕对方误会你的意思。是的，然后你很害怕对方对你有不好的想法，所以我觉得。对外都是很好的，但是对你自己却是一个很大的那种内负担的感觉，对，负担很多。是的，就像茶叔说，其实对笨叔，你像昨天那个回答，他其实后面我很吃惊，他竟然能看到这么细的东西。对，就是我的看过一遍，觉得哎挺好的。他一看到那个茶上面有一些问题，还有拼音上有些问题。就是说明他其实是非常非常细致的这么一个状态，做事情非常认真，会抠一些很细节的东西。这对于做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说像你说的，可能对自己可能不是特别特别好，自己会很累这种状态。因为笨叔的性格和我老婆特别像，特别特别像。对，我上回和我老婆说一下笨叔的状态，说我老婆就说他和笨叔很像，很多事情想问题的角度方式都很像。就是会把自己搞得很累，但是他做事情也确实很细，很多时候就是有些情绪化不开，就是这个样子。对，是这样的，就变成负面的了，这个东西就。你看我和茶叔两个，我们当时录那个故事，录完一个，我觉得不行，茶叔咱们再录一个得了，就直接开录，直接否定前面的人。我跟灿叔就是随性想到什么我们就开始吧，对，很好，然后也不用太在意对方想什么，就开始吧，对，就直接。但当然Ben叔的个性是这样，是比较完善，比较细，然后比较体贴一点。
但是我是觉得说对自己伤害比较大，因为你如是果每件事情都每一件事情都要这样去思考，真的也蛮累。我以前也有一点像这样，但是我大概30几岁之后，我就觉得我心里就会想我要做自己，我也不是想开，我会觉得我要做自己，然后我觉得我有自信可以看得出谁需要这样，谁不需要这样。对，所以我30几岁我就比较放开，我觉得我也不要活那么辛苦，然后我觉得自己的感受可能也比较重要，就我是怎么样的人，就让人家觉得我是怎么样的人就好了。真的是这个样子，我会这样觉得。对，好。关于我，你们应该都知道吧？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就是其实小时候我就是一直对这个皮肤不是很满意，就是这个我真不知道。我以为你说完我会同意你，但这个不是这个，就是这个可能在中国这个环境下，就是皮肤稍微黑一点的这个状态，就在小时候老被人嘲笑，或者说你好黑呀，皮肤怎么这么黑？就在我之前成天转校，但每回转校我都是班里最黑的孩子，就是就皮肤特别特别黑，然后甚至我记得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当时还向我们班一个姑娘表白了，我和你们好像说过。但是呢，他说扶了一下眼镜，怎么了？就是后来就是那个姑娘好像也不是特别领情嘛，就是其实好像也不是路人。但是那姑娘另外一个朋友呢，就是其实和我平常会说说话，他后来还安慰我说，他说其实你这个长相这个皮肤可能以后会很流行的，现在是好伤人哦。不是，他是为了安慰我说他说你像古天乐皮肤都是这么黑。伤人的安慰。但是那个对，我觉得不符合中国人的那个审美标准，白就是对，因为我们觉得好像那个白的话是你在那个生活，我又那什么，不是考虑所有人的想法了。对啊，就因为我不想很多学生误会就是我们那个中国人审美不是觉得对，就是中国人，对，没有说这个，只是局限在中国这个那个对，了解。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三个大叔成天留胡子嘛，邋里邋遢的，对不对？其实中国人真的不喜欢留胡子，整体而言，留胡子的比较少。对。而且我上回那个上周的时候，那个闲起来把自己的一个视频剪了2-3分钟放到视频号上面去了，就是在自己朋友圈推广了一下，我开视频号了这样，然后社死的瞬间，我很多朋友都看到了，然后底下留言就是有个朋友说你胡子该刮一刮了。对。因为在中国做短视频，基本上大家都不会看你的内容，都在评论你的外貌我发一个什么也都说，这个老师长得很像什么什么什么谁哪个明星啊，或者是这个老师怎么样，都外形的那个攻击啊。你像我直播课的时候，我有很多志愿者的朋友都在看，他们也会看，他们会看，然后他们每次看到我说，胡子该刮了吧？他们从来不说我的直播课内容，然后有人说。你上课的时候要笑，你都不笑，不会有学生来看的。对，然后有人说，有人说，你晚上早点睡哦，你看起来想睡觉。就都是这种跟外表有关的，没有人理你内容说什么。就是中国都是这样，就是看你的外表。很奇怪，对但是现在审美我觉得变了，就是对男生，我觉得好像很多人都喜欢黑那个对，我同意。那个对棕色，对，慢慢在改变了，就是我这种肤色会流行起来嘛，不是？我同学很早就预言了嘛，可能我赶不上好时候。对，好 ，OK， 没问题。茶叔呢？茶叔，你有什么说我们知道的？对呀，是我们知道的还是不知道的？我想要改变的外表，其实我问你们这个问题，我自己没有想改变外表或个性啊，个性吧，外表，我觉得我的外表如果不是你对自己外表如此满意吗？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的外表不是改一个地方就有救的，我没有办法改变一个地方就变帅，没有办法，所以可能整张脸换掉会好一点。但是我觉得你问这个问题肯定是你想改个性方面的。对，个性，我觉得我有一点优柔寡断吧。哦，对，有一些怎么说？
可能我是天秤座的吧，所以有些事情我也会想很多，就是到底要不要这样做，要不要那样做。然后我也会觉得说，会考虑很多不同角度的优点跟缺点，所以我就觉得我有点优柔寡断。然后选择恐惧吗？还是就是我不会恐惧，但是我觉得我有时候想太多。但我觉得你想太多，但是你是有决断力的呀，在我的看来。对其实我在20岁到30岁之前，就是其实是一个非常优柔寡断的人。对，就是遇到什么事我都很难决定，然后有时候想要也要讨好别人，然后有时候又觉得没有必要。我觉得我这个人大概到35岁之后就觉得想要改变自己，就是我觉得我要当自己，然后很多事情我要有决定，不管这个决定是好的决定还是不好的决定，反正是我自己的决定。所以我觉得我是35岁以后才觉得我这个个性有改好一点，就是我比较，而且我通常觉得我的决定不会跟我的想法差太远，然后也不会是比如说很错误的决定，我觉得也不会。所以我一直觉得说我到了这个岁数有时候还会有点优柔寡断，比如说我可能要买个东西要不要买会考虑很久，像我们有一集聊到灿叔说到那个免治马桶嘛，免洗马桶，我从那一集开始就想说我也要买一个免治马桶放在家里啊，考虑到现在都还没有买是吗？我那一集跟灿叔聊完之后，我几乎每2-3天就跟我哥说一遍我要买免治马桶，然后还去看了价格，然后有什么买了有什么缺点，有什么很舒服嘞，我跟你说，我也是这样想用过之后然后我又看网络上说很耗电，然后那个水怎么样，然后可能很容易做坏，然后怎么样，然后就又想太多，到底要不要。所以有些生活上的部分我觉得我还是有一点优柔寡断，难以决定。对，所以我觉得我虽然30几岁之后这个个性有改了，但是我觉得还是特别在生活方面，我觉得如果是工作上或者是感情上，我觉得我会蛮果断的。工作上我会比较有想法，工作上或感情上我会蛮果断的，比如说要不要这样，要不要那样，或者我会提供一些意见，然后可不可以这样做。我可能那就是购物上优柔寡断吗？购物上我也很少购物啦，说实话，就是因为我很难决定嘛。对啊，你比如说我那天看到购物网站上有那个拉力绳，我就想说我想要练肌肉，有个拉力绳多好。从那个大概是上个月初的事情到现在都还没买，我到底要不要买？拉我会每天拉吗？买了有什么用呢？你就是会想说过几天就会再想一下这个问题吗？对我不只想，我还写在这里，然后每一天没办法决定，我就下一天我再把它写一遍下一天我又没办法决定，又一直往后写，我就会这样写1个月都还在写。焦虑啊，你那个单子上的累积的事项越来越多。我不会焦虑，但是我会心里一直挂着这件事情，要做，要考虑。我不一定会买，但是我要一直考虑，所以我这边就有2-3项是要考虑的，比如说我这边有写免治马桶，还有拉力绳，还有点点点。每天你会去那个购物栏看一下那个价格有没有下降吗？不会每天，我可能会2-3天吧看一次，对，或2-3天考虑一次，但是我就会觉得这种方面我比较没有决心，然后会比较拖啦，有些东西我会比较拖，是真的，对，对啊。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个性了，还好。对啊，我觉得其实任何性格特征它都是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好有坏。其实像我这种性格特征也是有时候很乐观就想得很开，但他有时候又不够细，会觉得有些事情容易放过。对，也不是，所以说其实每个性格都有好的不好的。我觉得各位同学也不用很在意自己性格是不是都是很有缺失的部分，因为每个性格本来就有好处跟坏处。像你说像变数这样的性格，其实我已经接受了，对，而且对外这样的个性是非常好的，比如说去联系一些人，我们就会完全相信你可以把别人的感受照顾得很好。对，所以我觉得每个个性本来就有优缺点，没有什么不好。对，好 ，OK， 那我们今天2个无聊的问题居然可以聊这么久，我们也太会聊了吧？对，好 ，OK，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谢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下一次再继续多聊聊一些。为什么都不说收看了？
对，收看的啊，收看的。对。那我们这个下一次还有更有趣的盲盒问题等着大家，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好，那跟大家说再见吧，拜拜。我们下期见，拜拜。